但我上脚的感觉却是恰恰相反。V5 不仅没有8毫米的坡插感，正常站立的情况下，反而会有一点点穿5280才会有的翘头感。嗨，大家好，这里是 Max，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New Balance 的竞速跑鞋。但开始之前，我相信大部分人提到了 New Balance， 第一反应应该是慢跑鞋。但我要和你们说的是，实际上他们在竞速鞋款也非常的有建树。因为从1906年创建之初，他们就是一个跑步品牌，跑步元素贯穿了整个120年的制鞋旅程，其中就造就了 New Balance 的竞速运动基因和对于跑步和跑鞋的理解。那我们也不展开太久远了，就从这双2019年 New Balance 推出的主攻1英里和1500米场地赛的 FuelCell 5280开始。那这双鞋是 New Balance 第一双碳板竞速跑鞋，而且非常的神奇。虽然它是针对场地赛所去研发的，但在2020年箱根一传上，居然有5位箱根选手选择它去出战。当然，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但也足以证明 New Balance 对于碳板竞速跑鞋研发的理解之深。之后，在这双5280的影响下，2020年 New Balance 推出了专为公路马拉松所研发的碳板竞速跑鞋 FuelCell RC Elite， 它也奠定了之后几年 New Balance 在公路马拉松跑鞋上的基调。FuelCell RC Elite V2 和 FuelCell SC Elite V3 都是基于它的基础上去完成的。FuelCell SC Elite V3 我多说一句啊，首先就是名字从原来的 RC 改成了 SC， 也就是 Super Comp，标志着整个 Elite 系列的能力提升，同时在它身上第一次出现了 Energy Arc 系统。那这套系统的特点就是结合碳板和中底贯穿式的结构，让整个中底的力传导可以更加的顺畅，跑动时也更加节省能量。来到了 FuelCell SC Elite V4， New Balance 做出了非常重大的改变。那这不仅仅是看到的中底结构和视觉设计上，还包括了中底泡棉的使用和整个跑动逻辑性都和之前3代截然不同。那市场的反馈来说呢， Elite V4 过于舒适的脚感确实也引来了争议。那接下来全新一代的 FuelCell SC Elite V5， New Balance 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针对性的调整。那它有何升级？在市场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脚感怎么样？来，我们开始正片。当然，我同时也会带来它的家族兄弟 FuelCell Reebok V5 的测评。我们先看这双 New Balance 史上最轻、兼具灵敏和速度的 FuelCell SC Elite V5。我们先从 Elite V5 和 V4 的相同点，也就是延续和调整，也就是升级开始。第一，中底科技依旧是 FuelCell 100%的配瓦材料，升级点是调教明显的比上一代增加了弹性，韧度呢也提高了。第二，中底结构同样采用更见棱角、充满力量感的钻石切割，整体结构的夸张程度确实有所收敛。中足和后跟处的明显收窄，给人传达出的信号就是我的速度要更快了。第三，中底底部依旧保留了 Energy Arc 系统，那看上去镂空面积呢好像是缩小了很多，那科技应用好像也没有前2代那么的突出，但在实际跑动环节，整个系统的作用反而比上一代有所提高。那具体我会放到跑动环节再说。第四，碳板依旧在中足位置设有加强筋，保证中足过渡的稳定。那前掌的硬度和弹拨属性呢也有所提升，数据表现提升了 38%， 可以让鞋子在跑动中更有侵略性，推进提升也很明显。由于整个中底泡棉的调教和结构性等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中底泡棉的堆叠厚度， V5 调整成为了前掌32毫米，后跟40毫米、8毫米的坡插，使跑动时 FuelCell SC Elite V5 力转换的逻辑性和脚部触地的回馈感完全改变了。从 V4 偏舒适性更柔和的脚感， V5 变得更加的激进，也更精英向。当然这些呢我也会放到后边的跑动环节再详细介绍。外底橡胶的铺设位置和上一代基本相似，但在前掌位置明显的应用了新材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CPU 浇筑型聚酯酯。那这种材料本身已经经过了无数跑者在马拉松赛道上的验证，是目前公路表现最出色的外底材料之一，兼具防滑、耐磨、轻质等等这些特性。那后跟依旧使用了2块小面积的轻量化橡胶。那这一套大底组合在多种路面的测试下，尤其是北京进入雨季后，面对湿滑的路面，外底抓地完全没有问题。耐磨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40公里后的外底的一个磨损情况。那你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呢，是我的长途队员
以3分15到3分40的速度，在高强度的测试后，80公里外底磨损的情况，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鞋面设计更加的简洁，去掉了多余的视觉元素，简单的线条更具速度感。那新的网布材料更加的柔软细腻，在两侧和鞋头的透气孔并不是简单打孔，而是做出了不同密度的编织。同时可以配合鞋身的造型很细节的处理。那它的透气在北京现在已经全面降温的情况下呢，我对于散热不能做出特别准确的描述了。但我的远在成都的队员，他那里依旧是30度跑完之后暴汗。那他给了我的反馈是，这双鞋在高温情况下透气散热非常好。现在我们进入跑动环节。那就像上面描述的，它整个中底的承托、力转换，包括发力蹬地，整个的逻辑真的全部改变了。给到我感受最大的一个冲击呢，真的就是它的前掌。从坡差数据来看 ，V4 呢是4毫米，V5 呢改成了8毫米，好像 V5 要变得更加的柔和，但我上脚的感觉却是恰恰相反。V5 不仅没有8毫米的坡差感，正常站立的情况下，反而会有一点点穿5280才会有的翘头感。我们再仔细观察 V5 的中底结构，那它的滚动弧在前掌，而且力转换点在这个位置。V4 呢是偏中足，如果以 V5 的力转换点为支点，我们画一条切线，那它的后跟是会浮于地面，也就是翘起来。那它整个的发力重心都在前掌的位置，那这些信号都向我们传递着，我们最好用前掌来去驾驭它。那跑动起来 ，V5 的前掌泡棉给到我的感受是非常的饱满充沛，踩下后反馈给前掌的能量也很大。那这样和 V4 更偏后跟落地向前滚动，利用坡差势能的跑动感受完全不同。V5 的做工重心完全在前掌，它最好的触地点就是中底外侧突出的结构。在测试中，我尝试用中足落地，它的力传导和稳定性确实有些欠缺，但后跟落地是 OK 的。那这里就要说一下 Engine Arc 系统在 V5 的工作状况。很明显，在这一代 Engine Arc 的视觉上弱化了，尤其是和 V3 来做比较。但贯穿中底的 Engine Arc 系统视觉冲击力真的太强了。那到了 V4 版本 ，New Balance 其实是想继续利用 Engine Arc 系统的滚动效率和势能，但由于材料和结构的改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到了 Elite V5 ，New Balance 没有继续追求更夸张的视觉，而是转为了实用主义，平衡了前后掌泡棉的能量，后跟增加了泡棉填充，能够承载的压力和转换的能量都要更大。之后中足位置做镂空，更快的把力向前传递，最后集中到前掌爆发。V5 更强调的是前后掌的平衡和衔接，后跟和前掌跑法都可以很好的发挥出中底的能量。这双鞋的速度可以做到非常快。那我的常德队员加元基本上是用3分15到3分40的速度呢在测试它。那我们讨论后的观点呢也基本相同，只是他会觉得碳板呢可以再刚一点。鞋面的包裹表现啊 ，V5 的鞋仓呢比上一代收窄了一点。整个的鞋面更轻更薄，这2点让整个的包裹性要更好。再加上整个的鞋重比上一代轻了27克，整鞋单支4/1码只有193克。作为目前 New Balance 史上最轻的碳板竞速跑鞋，而且鞋子的前后上下的配重也要更均匀，所以在跑动时鞋脚的整体性更突出，摆腿更加的顺畅自如。那综合以上，那它的攻击性和高能量的表现将会给高水平的精英跑者和运动员有非常好的跑动体验。OK， 那以上呢就是这双 FuelCell S Elite V5 的测试报告。那下边我们进入这双舒适全能万金油竞训跑鞋 FuelCell Revo V5。中底的 FuelCell 依旧采用了陪把材料，调教上没有做太大的变化，依旧是柔软，再加上一点点的韧弹。那整体的泡棉厚度比上一代增加了 2.5 毫米，前掌来到了30毫米，后跟是36毫米，6毫米的坡差。看似好像是更偏前掌落地，但由于中底增厚，整个落地从后到前的过渡坡差形成了一个动态形式。那其实它可以适配到更多的落地方式，而且过渡到前掌之后，随着泡棉比较夸张的变形，带来了很好的向前性，再配合回弹，可以让跑动变得更轻松一些。翻过来，整个中底的宽度比上一代呢增宽了一点，数据显示 3%， 那肉眼确实不太能看出来。那跑起来呢，确实是要更稳了。那这个稳定，我觉得更多的并不是来自于加宽，因为这加宽的 3% 呢，是更多的维持住
增厚之后整个中底的稳定性。那跑动中更稳的感觉呢，我认为更多的是来自于中足到后跟的内凹结构。整个中底的几何切割结构，落地的承载转换基本逻辑和 V4 是一样的。那它的升级点主要是前掌有更好的横向和纵向的滚动。那可以看到它前掌的横向曲线非常明显，横滚真的是更顺利更加舒服。纵向滚动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中底加厚之后前掌提高和起翘点提升增大势能所带来的。那鞋面 Fountain Fit 支撑科技对于鞋面的支撑包裹有显著的提升。简单说，就是在轻量化的工程网布上，结合复杂编织工艺，直接在鞋面做出了支撑框架，同时也可以给脚部带来更出色的牵引和锁定。鞋舌增加了填充，也有和中底相连的弹性网布，再配合整个鞋仓收窄了3毫米，更增加了整个鞋子对于脚部的锁定，尤其在高速的跑动中，显著的减少鞋仓内的晃动，鞋脚一体性也非常好。这也确实是一双有速度属性的跑鞋必须要做到的。鞋脸位置的泡棉有所增加，让脚踝呢更加的舒适，配合足跟港宝的优化，跑动时更跟脚没有出现掉跟的情况。来，我们现在看大底橡胶，前掌完全舍弃了之前的3片式区域化设计，直接粘上了一整片耐磨的橡胶，而且给到了全新的3角纹理设计。无论是视觉还是实际表现，耐磨都要更好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我4试公里后大底的一个状态。中底裸露的泡棉确实有些磨损，但橡胶非常的抗造，几乎看不到有明显的磨平。那最后是一个细节设计，因为 Reebok 作为一双训练跑鞋，出现的场景和时间都要更多样。那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更多的训练时间呢，会选择在傍晚或夜晚。那 Reebok V5 的鞋面、鞋跟、内外 logo 都设计有反光材料，来提高夜晚路跑训练的安全性。最后总结，那我们刚介绍完这双 FuelCell Reebok V5，那我们就从它开始吧。那它依然是一双表现综合加应用场景全面的竞速训练跑鞋，它集轻量、稳定、韧弹、耐磨于一身，适配人群可以说是覆盖了全部的跑者，包括日常穿搭。尤其是我上脚的这双全新的日落回响配色，非常的高级。我想这应该就是 New Balance 100年来敏锐的洞察跑者需求，以及从不妥协对产品研发的执着，才可以做出这种高级感和速度感相融的产品。那售价999元，对比整个的市场，这双 FuelCell Reebok V5 的性能和定位，这个价格真的很好，因为它非常的全面多能，你可以带它去到除了比赛的任何场景啊！注意，我再强调一遍，是任何场景，跑道、公路、日常的出街、节奏跑、法特莱克、轻松跑所有和日常相关的训练，它全都行，而且不会有一点的违和感。FuelCell SA Elite V5 1699元。那作为 New Balance 史上最轻的碳板竞速跑鞋，那它代表着 New Balance 的顶级制鞋工艺和理念。相比上一代，它的跑动更加的激进，更具侵略性，调教方向也更加的精准，更适合精英跑者在比赛日穿着，在赛道上更好的激发出个人的潜力。驾驭门槛来说，最好你的配速是在每公里4分半以内。那如果你是4分配，再加上前掌落地，那你将和这双鞋非常的合拍。2025年下半年的马拉松赛季就要开始了，那 New Balance 这一套训练加比赛的组合，不知道是否能够作为你打开新赛季的钥匙。OK， 我呢或者我的队员在下半年也会选择一场比赛，穿着 FuelCell SA Elite V5 出战。我们赛道见。